Warming my hands in the fire.这部35年前上映的 B 级恐怖片，堪称80、90后的童年阴影。光听名字，恐怖又咸湿。有人说它是迈入烂片，也有人奉其为经典。大家好，我是电影小雅，今天我们来看的是恐怖电影《猛鬼铁人》。又是一年一度万圣节之夜，带着猪鼻子的小胖正和女友海伦、好基友小黑开车兜风。看见路边有个拎东西的老大爷，小胖连忙把身体探出车窗，做出不雅姿势后扬长而去，伤害性不大，侮辱性极强。大爷气得不轻，诅咒小胖他们都得下地狱。突然，一只死老鼠差点和大爷来了个贴脸杀。惊慌之际，大爷手里的东西散落一地，而恶作剧的小年轻却转头就跑了。收拾东西时，一只手突然拍了拍大爷的肩膀，这一波操作没有一颗大心脏根本吃不消。女孩安妮恰好路过，她没有恶意，只是单纯想帮大爷的忙。可是大爷并不领情，反而莫名其妙骂了安妮一顿。回到家，安妮的男友杰伊打来电话，他说学校的化妆舞会无聊透顶，不如今年来点更刺激的。女同学安吉拉要在郊外举办一场神秘派对，杰伊已经接受了安吉拉的邀请。一开始安妮的内心是拒绝的，安吉拉喜欢研究巫术，是学校里出了名的怪咖。此外，举办派对的地方也会邪门，是郊外荒废很久的殡仪馆。在杰伊的坚持下，安妮妥协了。换衣服时，一个戴着魔鬼头套的人从衣柜里窜了出来，是弟弟比利的恶作剧。安妮只好骂骂咧咧把他赶出房间。没过多久，迷恋安妮的男同学塞尔找了过来，利用超能力成功从比尔口中问出举办派对的地方。杰伊接到安妮后，又捎上好朋友亚洲妹和她的男朋友阿伟。不知开了多久，四人终于抵达目的地。皎洁的月光下，殡仪馆散发的恐怖气息似乎更加浓烈。下车前，阿伟说这是附近4大郡里最大的一家殡仪馆，传言前主人哈尔一家的结局相当悲惨，和今天一样，也是在某个万圣节的夜晚，哈尔夫人发疯杀死全家，最后自己也自杀，现场惨不忍睹。从那时起，这里就成了废宅，当地人更视它为禁地。听了这样的故事，大家心里毛毛的，可来都来了，派对当然得参加。推开门进去，一股难闻的气味扑面而来，紧接着一口棺材映入眼帘。杰伊小心翼翼打开，好家伙，里面居然真的有东西，不是啥尸体，是提前一步赶到的塞尔。参加派对的人陆续赶到，安吉拉和乔姐妹苏珊妮、小胖3人组半路弃车抛锚，没想到误打误撞也来到现场。集合完毕，狂欢开始。可没想到跳舞正上头的时候，录音机竟然没电了。见状，有人提议玩前世招魂的游戏，规则很简单，所有人围坐一圈，盯着镜子看，就能看到自己的前世。巧的是，房间里刚好有一面镜子，能一次性照到所有人。小黑因为害怕没有参加，并且背对着镜子，镜子前点燃一枚蜡烛，很快镜面变得漆黑一片。紧接着，海伦看到一个怪物，还有自己恐怖的脸。惊叫声中，镜子突然倒地，碎成了渣渣。海伦瘫坐在地上，简直要被吓哭了。可其他人什么都没看到，本来就是个小游戏，没人相信会是真的。这时，地下室传来咚咚咚的声音，那里正是焚烧尸体的地方。焚尸炉中的恶魔冲破炉门跑了出来，他仔细注视着大厅里的每个人，最后钻进苏珊妮的嘴里。空气中开始弥漫浓烈的屎臭味。不过大家都没有察觉苏珊妮的异常。小胖开玩笑说，莫名其妙的声响、屎臭味，还有冷冷的穿堂风，一定是恶魔来了。小黑和海伦想劝大家离开，结果却遭到无情嘲笑。最后两人只好借安吉拉的车先走一步，留下来的人两两配对，开始在殡仪馆里探险。苏珊妮突然亲了安吉拉一口，表示两人的灵魂都已经被恶魔侵蚀。趁着独处的机会，杰伊想和安妮深入培养感情，可安妮被今晚发生的事情吓到，根本没有心情。尽管如此，杰伊还想用强的，结果被安妮推了出去。一气之下，杰伊离开房间，还把门给锁上了。小黑这边更倒霉，原先进来的大门竟然变成一堵高墙，他和海伦找了好几圈，死活找不到门在哪里。
小黑不信邪，准备接着找，不料一回头，海伦竟离奇消失，8成是被恶魔抓走了。在小黑快要崩溃的时候，殡仪馆里又传来诡异的低吼声，仔细一听，好像魔鬼在喊他的名字。找不到大门，小黑只好躲到车上避避风头。与此同时，原本和小胖一组的苏珊妮却躲在厕所里不出去，脸也变得越来越恐怖。在外面等不及的小胖破门而入，结果傻眼，苏珊妮不见了。同样蒙圈的还有待在大厅里的杰伊。原本断电的收音机恢复正常，梅丽莎一言不合开始跳舞，舞姿古怪中带着销魂，看得杰伊差点把持不住。直到诡异的灯光不停闪烁，他才觉得不寒而栗，准备离开。小胖在身后出现，看来他好这口，不由分说主动上前要和梅丽莎共舞。小胖想趁机占便宜，却被梅丽莎狠狠咬了一口，整张脸血肉模糊。塞尔路过一间亮灯的房间时，发现苏珊妮正在里面化妆，这妆容挺酷炫的。苏珊妮正在等待猎物上钩，塞尔很想春宵一刻，但他对自己的实力有自知之明，像安吉拉和苏珊妮这样狂放的女孩，他是驾驭不了的。说了句晚安之后，塞尔知难而退。没过多久，新的猎物出现，是杰伊。既然在安妮那里吃了鳖，干脆在苏珊妮这里寻求安慰。渐入佳境时，苏珊妮显露鬼脸，嘴里还发出恶魔的声音。杰伊插翅难逃，被苏珊妮捏爆了眼球。另一边，塞尔在大厅看到惊魂一幕，安吉拉竟然在炭烤自己的双手。意识到危险，塞尔想要跑路，房门却怎么也打不开，只好找地方躲起来。小黑在车上都快睡着了，突然一声巨响，车身也开始摇晃，以为小胖在吓唬自己，小黑一阵口吐芬芳，然而无人回应。把头伸出车窗查看，这才发现小胖从楼上掉了下来，不敢继续待在车上，小黑拔腿就跑。不得不说，亚洲妹和阿伟玩得最花，两人还不知道其他人接连倒大霉，别出心裁的想在棺材里试试。刚魔拳擦掌准备开始，魔化的小胖从黑暗中现身，没等两人反应过来，小胖扭断亚洲妹的脖子，阿伟更惨，活生生被棺材板夹死。小黑和魔化的安吉拉狭路相逢，逃跑途中和塞尔会合，两人躲在角落，暂时避开了安吉拉的视线。幸运的是，塞尔找到安妮被困的房间，成功将其解救，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。好景不长，安吉拉还是杀了过来，小黑脚力过人，眨眨眼的功夫，人已经跑得没影。安妮吓得腿软，塞尔只好带她躲进最近的房间里。好死不死，这里恰好是杰伊惨死的地方。为躲避苏珊妮的攻击，塞尔破窗而逃，安妮冲出房间，来到过道上。下一秒，两边的房门竟都自动关上，大门也被锁死。见小黑站在窗外，安妮总算松一口气。刚准备上前，安吉拉和小胖突然窜了出来。安妮走投无路，跑到屋顶，没想到小胖和安吉拉很快跟了过来。楼下的小黑看见安妮，激动不已，不料一嗓子成功引起安吉拉的注意。危急关头，塞尔挺身而出，抱着安吉拉坠楼，一起领盒饭。安妮因为没站稳，整个人挂在大楼边缘，小胖不断逼近，安妮只好松手，刚好摔在小黑身上，并无大碍。前有狼后有虎，两人根本逃不出去，于是他们躲进坟尸间。门外，安吉拉和小胖疯狂捶门，小胖蛊惑小黑，他们要的是安妮，只要小黑开门，一定会没事的。虽然小黑胆子怂，但是够义气，所以并没有中小胖的圈套。这时，安妮回想起重要的知识点，恶魔只有在万圣节这天晚上才能离开地狱，只要安全等到天亮，恶魔会自动离开人间。安妮奋力从焚尸炉中取下一节燃烧管道，当两只恶魔冲进来时，她立即点燃管道，熊熊烈火瞬间将恶魔包围。危机解除了吗？并没有，大火只是焚烧了肉体，恶魔还在，甚至还多了个结衣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头铁的小黑纵身一跃跳出窗外，安妮也抓住机会跑了出去。小黑利用高墙上的电线顺利爬到墙头，安妮体力不行，需要小黑拉她一把。关键时刻，小胖又出来捣乱，死死抓住了安妮的腿。更糟糕的是，殡仪馆里的恶魔们也已经集体出动，小黑一个手滑，摔倒在高墙的另一边。
恶魔们围到安妮脚下，想把她拽下来。原本小黑只想自保，可在良心的驱使下，他做出大胆决定，使出洪荒之力将安妮拉了过去。这时，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大地上，伴随阵阵白烟，恶魔终于回到了地狱。看到安妮和小黑狼狈地走在大街上，昨晚的大爷不忘冷嘲热讽。回到家，大爷美滋滋地吃起老伴儿做的苹果派，突然他露出痛苦的表情，脖子也被割破。原来大爷为了报复戏弄自己的小年轻，在买来的苹果里塞了刀片。老伴儿不知情，用剩下的苹果做了早餐。千算万算，大爷死都没想到自己会中招，真是天道轮回，报应不爽啊！诡异的是，见大爷惨死，老伴儿没有半点悲伤，而是淡定地喝起手中的咖啡。至此，故事结束。影片上映于1988年，似乎在那个年代，很多恐怖片都是这样的风格。因为时间设定在晚上，所以全程黑乎乎的，看起来对眼睛很不友好。恐怖氛围的营造主要靠血浆和重口味的妆造完成。如今再看，不一定能吓到人，可不看1980年代的恐怖片，又怎么能算是看过恐怖片的呢？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的宝子们可以去看看原片。最后不要忘记3连支持一下哦。